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香格里拉峰会以后啊，这个美国和印度走得更近了，特别是在军工的合作上啊，他们双方签订了一个5年的军工路线图，一个大单，就是美国呢要向印度啊转让出口大量高端的技术，还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啊，体现在海军的装备、空军的装备，还有陆军的装备，包括导弹啊。那么有的网友呢就比较担心，说美国和印度啊，这样搞军火上的交易啊，搞这个军工上的合作，是不是针对他的一些邻居，比如说针对中国、巴基斯坦、针对俄罗斯来的？的确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啊，他的这些武器装备过去啊，主要源自俄罗斯，也就是它的军工市场这个蛋糕主要是被俄罗斯切去的。那现在美国给印度提供所谓高端的技术、先进的武器装备，那俄罗斯还有什么事啊？所以就会把俄罗斯从这个印度的军火市场中逐步的剔去，或者份额大幅度的减少。那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它有些武器装备，所谓的自己印度产的国产武器装备，针对的是周边的一些国家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那这个不就是对我们国家安全威胁，或者是对这个巴基斯坦的这样的邻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吗？其实不然，美印的这个所谓军工路线图啊，5年的大单，实际上它未必能够走得通。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印度过去它主要的武器装备源自俄罗斯啊，它离不开俄罗斯，因为你的航空母舰、舰载机米格29，包括你的高超音速导弹啊，就是布拉莫斯这样的，还有你的这种空战的飞机，苏30啊这样的流水线都是从俄罗斯引进的，包括你的核潜艇是租借的俄罗斯的猎豹级的核潜艇，你的这些武器装备或核心技术都源于俄罗斯，你一下把俄罗斯给甩掉，用美国的武器装备来取代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因为美国有很多武器装备，一个是不可能向印度提供，还有一个它也没有，比如说常规的这种潜艇，多少年前，起码20年前就不再用常规潜艇了，它到哪儿弄去？它会为印度专门开流水线吗？不会的。所以我们说美国在这个大单中只是赚印度的钱而已，因为它可能向印度提供发动机啊，因为印度造了国产的光辉战机，这是一种轻型的战机，连印度的飞行员就空军飞行员都不愿意用这种战机，作战半径小，信息化程度低，安全可靠性不高，空战的能力比较弱，连自己的飞行员都不愿意用这种飞机。你即使给它换上先进的发动机又怎么样？不能改变它的作战的性能，而且你再把国产这种设备进一步的增加，也就是说用印度产的发动机，那飞行员可能就更不敢飞了啊。实际上对它的这种战力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，而且美国也不会把先进的发动机啊这种高端的技术转让给印度。你比如说印度和土耳其都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啊防空反导系统，美国就不干了，美国说土耳其你是北约成员国，你买了俄罗斯的 S400，我就不再向你出售 F-35这样的隐身战机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对头吗？还有一个，你过去也参与了就是 F-35零部件的设备的制造，你以后也不要再制造了，所以他制裁土耳其。那么印度也买了，那在向印度出售武器装备或者是转让技术的时候，美国会不会考虑这个因素？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，所以他一定会在某些方面要卡住印度，或者不给印度啊，即使给也不会给最先进的。所以听起来这个大单金额很高，好像这个范围很广，实际上你细数起来，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好的也就是高端的技术转让给印度，印度也不可能从美国买到高端的或者是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，因为它不是北约成员国啊。北约成员国里边还有一个369等的，你比如土耳其，它肯定不是靠前的啊，要不然怎么连 F-35订好的合同都不给这个土耳其了呢？所以我们讲美印的这个军火大单，无非就是美国给印度画的一张饼，它最后能不能吃到，能不能填饱它的这种饥饿我们说的是真正的饥饿，而不是说画饼充饥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有待观察的。因为前面美国已经给它的
不少的盟友或者伙伴啊，也签订过这样的单子啊，无非就从人家那个腰包里边掏钱，但是真正获利不多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